看到前一阵子这个中共跟俄罗斯一起做的这个所谓的军舰在东海的演习哦，彼此之间他们的合作，这听起来美国的压力更大。它还不只是现在中共在技术上面临到他们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可能包含这个俄罗斯原来的部分，普京在之前他们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成功的时候，他们也是像老师刚刚比喻，就像是他们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一样，觉得那是一个划时代的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哦。所以老师，这样美国不是应该是噩梦的开始吗？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拜登当局把这个俄罗斯的威胁夸大了。所谓俄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我们要来看的一个问题是，扩军备战呢是大国之间长期的综合国力的比拼。那么如今的俄国它只是在借助美苏冷战时期积累的一些军事实力，摆出了一副威胁姿态，但它并不会超越可能真的引发冲突的那个界限。所以俄国实际上并不是美国真正的威胁。那么更重要的是，今天俄国的综合国力不但无法与美国相比，连中共都比不过，因此俄国也不具备长期威胁美国的实力。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我1995年到俄罗斯去，有这个当时接待单位跟我讲说，你想不想看我们的核潜艇就发射核武器的远程飞弹的核潜艇。我说那想看啊。我说可以看吗？他说已经都现在停在码头上开放参观嘞。结果我就还真跑到他们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去，坐了旅游大巴去看了，还拍个照。就是说当时俄国已经到了连核潜艇都没有钱维护，要靠吸引游客提供一点小钱来让那个核潜艇那个基地还活着。这是他当时的现状，现在好一点也好不了太多。那么回过头来讲，拜登当局为什么要把俄国和中共的军事威胁相提并论？我的分析呢，它有3个方面的原因，至少是3个。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有突出俄国威胁而低估中共威胁的偏好。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今年1月7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向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外国干预美国2020年大选的一个评估报告。当时美国的媒体华盛顿观察获得这份报告，当天就在网站上以情报分析人员低估中国对这次大选的影响力作为标题，报道了美国情报界对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担忧，同时披露了情报部门内部的分歧。那华盛顿观察的报道提到说，美国情报界内部分析外敌威胁的时候，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的倾向，有的强调俄国的威胁，有的低估中共的威胁。那么当时的国家情报总监叫做 Ratcliffe， 他是在去年12月接受华盛顿观察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们有些情报分析人员从美苏冷战时代就在这个部门了，习惯于把俄罗斯视为威胁。那么刚才讲到的那份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交参议院的那份报告，他的起草人呢叫做这个 Barry Zulauf， 他是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一个资深的情报官，他是起草这份报告的人。他告诉华盛顿观察的记者，美国中情局的中国情报的相关分析人员不愿意把中共针对美国大选的行为评估成不当影响或者干预。那么因为这些人倾向于不同意川普政府的政策，所以就不想把他们的分析拿出来，造成对川普有利的结果。那这个 Zulauf 还提到说呢，国家情报总监 Ratcliffe 不同意情报系统里头中国情报分析人员对中共行动的既定分析方向。现在的中情局中国情报分析人员还是同一批人，那么大家可以知道他们的倾向性。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拜登行政当局不想和中共翻脸，他也不敢真忽视中共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所以他在外交方面总是故意的把俄国和中共对美国的军事威胁相提并论。那么真实意图是什么呢？就是借抬高俄国军事威胁的危害来掩盖中共军事威胁的危害，这样就可以为他向中共示好铺平道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当局始终拒绝承认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这个事实。那么第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拜登当局强调俄国威胁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当他把俄国军事威胁和中共军事威胁相提并论的时候，可以起到放烟幕的作用。那就是说，有时候拜登当局必须要就军事对抗表示态度的时候，他就故意把对抗中共的措施和对抗俄国的措施混为一谈，听起来好像是针对俄国的。那么这样做呢，就既可以满足国会内部对中共强硬派的意愿，让强硬派觉得说，哎，听起来好像拜登没有放弃国防备战，但是呢，又让中共听起来讲的是俄国，没讲到中共。那么我呢，以前在节目里讲过，红色大国对美国的冷战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多个层面。下面呢，我就来分析一下美苏冷战当中这几个层面，美苏两国力量的此消彼长，顺便呢，和中美冷战的局势做点简单的对比。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从历史经验当中啊，看到一些美国和红色大国实际消长的一些规律。如果现在回顾一下美苏冷战的开端，有一个1948年的事件，现在有人很少提了，但这个事件是美苏冷战政治对抗的一个重要开启点，今天对台湾很重要。大家听了可能有点奇怪，为什么？听我把这个故事讲完。1948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是在苏联驻军的范围内的。这个国家当时1948年初的时候还保持着战前的民主体制。当时民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内斯政府在民意的支持下，不愿意去从苏联的操控和指挥，于是，在1948年2月，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这个民选政府，换上了亲苏的傀儡政府。那么这个事件充分展示了苏联扩大它的势力范围，以及与美国为后盾的欧洲国家对抗的这个实质呢，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专制的红色大国试图不断扩展其势力范围，用专制的红色傀儡政权来想来替代他想推翻的民主政权。那么，如果美国不能看透莫斯科的真正用心和长远意图呢，最后是必然会环绕着在那些环绕红色大国的民主国家，会一连串的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这次事件的发生，就是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被政变的事情，把美国国内当时亲苏的声音，还有2战以后对苏联的绥靖主义的主张都压了下去。从此呢，美苏冷战的政治对抗就全面展开了。它的核心就是要守护民主国家，还是放任红色专制威胁世界。我今天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今天中美冷战所面对的政治对抗层面，其实和美苏冷战开始的时候局面非常相似。那么今天中共在台湾所谋求的，与当年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实行的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是要用红色傀儡政府替代不听命于红色大国的民主政府，然后在武力的胁迫下实现红色政变，然后再在红色大国驻军的威慑下，让傀儡政府为红色大国充当炮灰。这2天我看到中共的外宣官媒已经开始营造要在台湾支持红色傀儡的舆论了，他用的词汇和在香港用的一样，叫做爱国者治台。这个话什么意思？中共实际上想讲的是爱共者治台，你们谁爱共产党，你们来让他来统治台湾，我占了台湾，只有爱共产党的才可以统治。那么同时中共还在宣传他们正在制定要抓人杀人的名单，就是说如果台湾这个批评共产党，这些人将来中共不但不容，而且要抓要杀。这就是中共讲的爱国者治台，也就是要用红色傀儡势力在台湾实行中共的专制统治，他绝不允许民主制度和真正的民选政府在台湾存在。所以这场新冷战的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和当年的旧冷战美苏冷战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回过头来，我再讲中美冷战的美苏冷战的军事对抗层面，这个跟今天的局势有关系。就是斯普尼克
斯普特尼克时刻啊，或者说是斯普特尼克号危机，其实呢是因为美国开始放松了核武器投射手段的研发，而苏联加紧这种技术研发的一个标志。然后才因为美国放松研发，苏联加紧研发，就出现了这样的危机。那么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呢，这个危机出现了以后，美国是先后研制了叫民兵还有北极星等洲际弹道飞弹，实现了在战略威慑上和苏联的均衡。这种均衡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要想打我，我可以打死你。那么苏联的洲际飞弹研制呢，一直落后于美国。所以才会1962年，苏联要把那个只能打到佛罗里达的那个中程核飞弹呢部署到古巴去威胁美国。结果在美国的反制下呢，莫斯科不得不撤回了设在古巴的飞弹，就是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的。那么以后，美苏两国的远程飞弹系统是不断升级，双方仍然维持着你要想打我，我就可以打死你这种战略核威慑的均衡。但是，1983年，里根总统提出来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这个星球大战计划，目标呢是要建立弹道飞弹的防御系统。那么到2004年时候，这个系统正式启动了，主要是针对俄国的。那么从苏联一直到苏联解体以后的俄国，它也一直在设法研发相似的系统，但是到现在为止，俄国呢只能做到用功能有限的这个这个洲际飞弹防御系统啊，它只能防卫一个地区，就是莫斯科地区。在莫斯科地区，它能做到你打不到我，但是它现在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实行对全部国土海陆空天一体的全国境防卫。美国做到，俄罗斯做不到。因此啊，美苏冷战之后到现在，这个就美苏还有美俄之间的战略核威慑而言，出现了一种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俄国的状态。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核威慑格局是什么呢？对美国来讲是，你打不到我，我可以打死你。那么俄国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我打不到你，你也打不到莫斯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俄国其实对美国的威胁并不太大的原因。它不过就是我刚才讲了，俄罗斯的现在的位置是我打不到你，你也打不到莫斯科，但美国你要打我别的地方，我只好让你打。那么我前面讲过，还有一个问题要关心的，就是冷战中的双方啊是一种综合国力的比拼。我在以前节目也讲过，美国中情局是向来高估苏联和俄国的实力的。不过呢，不管美国中情局的能力怎么差，我们还是只能看他的报告，因为美国总统也是看这个报告的。那么关于苏联综合国力的状况，1981年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份国家评估报告，标题是《苏联在世界权力竞争中的目标和希望》。这份报告说，我下面引用原文：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时任领导人发现，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和军事投入获得了回报，包括前所未有的优势军事地位和长期政治利益，形成了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补充方式。只要苏联认为西方实力在下降，只要苏联认为历史的钟摆正在朝向自己，它就会越来越实施强硬的对美政策。这指的是苏联在冷战上面的战略。那么这份中情局的报告还说呢，由于战略武器平衡的改变以及常规武器的持续发展，苏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也更愿意冒险与美国在一场重大危机中对抗。由于它拥有了军事优势，这种可能性也更大。美国力量优势的丧失和苏联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发展，使得克里姆林宫增强了进一步实施强硬国际政策的信心，也越来越漠视美国和西方的反应。那么中情局当年对苏联的评价，似乎现在都可以用到现在的中共头上。那么综合国力而言的话，苏联的真相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了，为什么说中情局一贯高估苏联的这个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个综合国力呢？就是苏联经济实力增长啊，它最快的时代是1960年到1970年，那时候不但它军事工业快速发展，民用工业也让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升，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相当多的人都
都认可而且称赞苏联的实力。我举几个有名的人物啊，一个是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肯尼迪的拉美事务助理施莱辛格，他到俄罗斯访问，到莫斯科访问，然后他说，他讲的是苏联啊，他说这是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某些情报专家指美国有一些批评苏联的，叫 Bill Casey。他说，某些情报专家认为啊，美国可以用经济武器摧毁苏联的繁荣，这仅仅是自欺欺人。美国还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Galbraith， 也许很多台湾的听众都知道他。他对苏联经济的评价呢相当高。他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苏联人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俄国人比西方更善于利用人力优势，苏联经济体系进步很大。我这里强调一句，这位 Galbraith 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还有一位是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叫比埃勒，他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一篇文章说，苏联人的耐受力极高，他们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政治、社会潜力，足以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可能被我们打败的。还有就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叫 Paul Samuelson， 这个人中国大陆的所有学经济的人都知道，因为都用他的教科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认为苏联人过得很悲惨，或者断定苏联经济很脆弱，那么就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们不能基于错觉思考。还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 Lest Sarro， 他说呢，苏联的指令性经济显著提高了经济的增长，苏联显著的经济繁荣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苏联的经济实力却与美国并驾齐驱，我们不能不相信未来苏联经济会更强大。那么最后结果是证明什么呢？犯错误的就是这批著名的名人们，他们都犯了低级和愚蠢的错误。不要看他头上顶的光环，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啊、著名教授啊、著名苏联问题专家呀，一样的在苏联问题上愚蠢之极。因为苏联很快就在70年代走过了综合实力的顶点，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用同样的思想方法，我们可以来认识中共。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苏联是垮在它同时要提升消费水准和扩军备战这两大任务，而苏联的制度还有它的经济架构只能胜任其中一个，因为这两个任务同时推行，就会逐步的吸干政府的资源。这个教训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中共。